越南首都河内是一座融合了千年历史与现代活力的城市，有着古老文化与法国殖民建筑交织的独特魅力，是北越旅游的主要出入口。我们这次前后在河内一共待了3天。第一天，我们在老城区漫步，感受河内的历史氛围，探访环建湖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熙熙攘攘的街市。第二天，我们探访火炉监狱、文庙，深入升龙皇城，了解越南的历史。傍晚，我们来到西湖，享受湖畔美景。晚上欣赏著名的河内水上木偶表演。第3天，我们参观了巴亭广场和胡志明故居，下午参观越南民族学博物馆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看看河内行程有什么好玩的咯。我们的旅程从河内大教堂开始。河内大教堂又称圣若瑟主教座堂，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天主教堂，也是河内最著名的地标之一。这座教堂建于1886年，具有明显的哥特复兴建筑风格，其设计灵感来自于巴黎的圣母院。在河内大教堂附近有不少知名小吃，午餐不妨在正宗的北方河粉 Fos 享用。下午我们漫步前往36古街，这是河内老城区的中心，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。早从13世纪开始形成，最初便是手工业和商业区，特色是每条街道都专门销售特定的商品，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延续。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各行各业，虽然分区也会随着季节变化，像是我们过新年时紫前街改为年货街，总之专业分区的特色永远不变。36古街旁的同春市场是河内市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，最初是由法国人在1889年建造的，出售各种商品，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小吃美食，也是个逛街、了解河内市井小民生活的好地方。老东门是河内古城墙的一部分，也是河内少数几个仍然保存至今的古城门之一。虽然经历了岁月的侵蚀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，老东门依然在熙来攘往的人潮车潮中保留了其原有的风貌，也成为老城区的文化象征之一。白马寺是河内的著名古迹之一，建于11世纪，是河内现存最古老的佛寺。料名白马是来自传说李朝皇帝李公愿在建立首都河内时，曾向上天祈求寻找修建城墙的地点，后来出现了一匹白马，指示了城墙的方向，因此建立了这座寺庙。寺内现在仍能见到白马像。Old House 102又叫做 Denham Bag， 其实是一间位在民宅内的寺庙，它坐落于一栋公寓楼上，入口非常难找，不过穿过狭窄的公寓走廊，拐弯上楼后竟然出现一座寺庙，在西方游客间蔚为奇景。河内夜市规模不小，不过并非每天晚上都有，时间是每周5、6日晚上7点开始。夜市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，可以找到适合做纪念品的手工艺或服饰商品，也可以找到各种越南小吃。夜市营业时间周围的交通都会管制，所以是少数可以在河内轻松步行的购物街区。如果来到河内刚好是周末，不妨来走走看看。如果不去夜市，在老城区的 Beer Corner， 直译为啤酒街角，是平日晚上值得来的社交热点。相对于老城区其他景点的古朴，这里代表了河内的现代都市文化。啤酒馆林立，在夜晚非常活跃。除了啤酒，这里还提供各种传统越南小吃，如炸春卷、烧烤串等。来一杯本地限量的青啤酒 Bia Hai， 口感清爽，非常适合河内的热带气候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们来到环建湖，这座位于市中心的湖泊是河内的心脏地带。相传古时一位渔夫在此捞到一把古剑，后来成为义军领袖李立的神剑，助他对抗明朝侵略。战争结束后，神龟从湖中现身，取回了古剑，因此得名环建湖。走过七绪桥，来到玉山寺，这座寺庙供奉关帝、新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，展现了越南人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。环建湖附近住宿选择多，若是在附近住宿，逛完正好休息。第二天的行程，我们从火炉监狱开始，这是法国区最知名的景点。火炉监狱最初由法国殖民政府于19世纪末1896年建造，用来关押争取独立的越南政治犯。在越战期间，北越政府用这个监狱来关押美国战俘，不少美国飞行员曾在这里被囚禁。今天的火炉监狱已被改造成博物馆，展示着监狱的历史和那些战争与革命年代的故事。监狱周围是4米高墙，看得出来过去戒备森严。监狱的大门上仍保留着法国殖民时的法兰招牌，写着中央监狱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另一个河内必游景点——河内文庙，也就是河内的孔庙。越南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，全国各地有20-30座文庙，河内这座文庙是最有名的。拿起越南面额10万吨的纸钞上，有一面就印着河内文庙。越南古代的学制和中国古代相当类似，
国子监就是太学堂，所以说涵内的文庙便是越南的第一座国立大学，历史文化意义很深。下一站是升龙皇城。升龙皇城历史悠久，从1010年的李朝到1810年的阮朝，一直是越南王朝的中心。现在是河内市中心的考古遗址。建筑群最初建设采用了3环圈式的规划，包括外围的主要防御工事、中间的皇城和内城的紫禁城。端门是皇城中心的主要入口，访客进入皇城的第一站。仔细看有5道门，将出入的人依阶级划分。中间的门是专属于皇帝使用，臣子与一般人使用2侧的门。进入端门以后的整片皇城其实都已被近代的殖民政府拆毁，大部分需靠想象。不过升龙是3朝皇城，李成立3朝首都，作为皇城的使用时间从11至18世纪，每代都往上加建，所以地下仍有许多遗迹，目前都仍在从事考古挖掘中。考古遗址大致分为2块，一部分可在进入端门后看到，游客可从侧面爬上端门，就可以由上往下看到以前属于龙亭部分正在挖掘的考古遗址。另一部分的考古挖掘区需离开主要展览区，到位于范廷峰街18号的展览区，再次验票进入。大多数游客似乎都不会来到这区，但实际上这里才是主要的皇城遗址，而且是越南至今最大的考古发掘，可看性蛮高。傍晚，我们前往西湖，这是河内比较现代的区域，位于河内市中心的西北部。来湖畔喝杯咖啡也是河内体验之一。来到了西湖，务必到河内最大的佛寺镇国寺参观，门口就写着镇国古寺。镇国寺历史超过1500年，建于541年，最初位于红河岸边，在17世纪初被迁移到今天西湖中央的岛上。寺内著名的景点包括一棵菩提树，以及建于15世纪的6角形宝塔。晚上我们安排了水上木偶剧的行程。最著名的水上木偶剧场是位于环建湖附近的升龙水上木偶剧院，表演内容涵盖越南的传统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日常生活，也是了解越南文化和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。第3天，我们来到巴亭广场。从巴亭广场进入，站在广场上就可以看到左边的胡志明陵寝，移动线可参观胡志明故居、遗著室、胡志明博物馆。1945年9月2日，胡志明在巴亭广场上宣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，因此巴亭广场也被誉为是越南现代历史的诞生地。胡志明陵寝位于一旁，四四方方的建筑外观是苏联时期的建筑风格。胡志明故居是胡志明主席从1954年到1969年生活和工作了15年的地方。一进入故居看到的巨大黄色建筑是总统府、主席府，最初是法国殖民时期时法国印度支那的总督府。胡志明故居的主屋是一座建在高脚架上的木屋，模仿了越南乡村的传统居住方式。主屋的设计刻意简朴，以展现胡志明主席的谦逊和节俭。胡志明从1958年开始在这里生活，直到1969年逝世。遗著室是越南最独特的文化象征之一，巴亭区必有的传统建筑。这座寺庙历史悠久，建于1049年，结构独特，小巧精致的寺庙全是紧支撑于一根巨大的柱子上，外观看来就像池中一朵莲花，据说求子灵验。下午，我们参观了越南民族学博物馆，这里展示了越南54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。室内展区透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，讲述了各民族群体的历史、文化和生活方式。室外展区则重现了超过10种不同民族典型的村落建筑和生活场景，可以亲自进入这些建筑体验，相当有趣。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，我们放在叙述栏中供大家参考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时空旅人杂记的 YouTube 频道哦。